我终于明白，平静是一种选择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都安然无恙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事情还没解决，情绪还会起伏，世界依然吵杂的状态里，慢慢被我理解的。以前的我总以为平静是一种结果，等事情处理完了，等关系稳定了，等未来确定了，我才有资格平静。所以我一直在等，等一个不用再焦虑的那天，等一个不再害怕失去的时刻，等一个终于可以放心下来的未来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一天总是没有来。事情解决了一件，新的担心又出现。生活刚安稳一点，内心又开始不安。我才慢慢发现，如果我把平静交给外在条件，那我一辈子都只能活在等待里。那时候的我其实很习惯混乱，习惯脑袋不停运转，习惯心一直被拉扯，习惯用焦虑来证明自己没有松懈。我以为那叫负责，叫警觉，叫对人生认真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给自己选择平静的权利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，我只是在一个很普通的瞬间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我现在可以不用那么急。那句话没有让世界立刻变安静，却让我心里出现了一点空间。我才第一次意识到，平静不是环境给的，而是我愿不愿意在混乱里先站好。我开始发现，很多时候让我不安的，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不停地在心里放大它。我用预设最坏，提前承受痛苦。我用反复思考，假装自己有掌控感。可那些努力并没有让我更安全，只让我更疲惫。于是我开始练习做一个不那么自动反应的人。情绪来的时候，我不再立刻跟着跑。问题出现的时候，我不再马上逼自己想清楚。我允许自己先呼吸，先感觉，先不做决定。那样的停顿一开始很不安，因为我太习惯用混乱证明我还在努力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当我不再急着处理一切，很多事情反而自己找到了位置。不是因为我放弃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把自己推到极限。我才明白，平静不是逃避现实，它是一种内在立场，是一种即使事情还没好，我也不必先把自己搞乱的选择。我可以在不确定里选择不恐慌，我可以在混乱中选择不放大，我可以在还没想通之前选择不攻击自己。那样的选择不会让问题消失，却会让我有力量慢慢面对。我开始感觉到平静其实很有力量，它不是冷漠，也不是压抑，而是一种我不再被拉走的状态。当我选择平静，我比较听得见内在。当我不再慌乱，答案反而比较清楚。我不再需要用焦虑证明在乎，因为我已经站在自己身边。现在的我依然会遇到困难，依然会有不安，依然会有情绪起伏。但我知道，那些都不必然夺走我的平静。平静不是事情的奖赏，而是我给自己的选择权。我可以选择不把每一件事都变成内在的战场。我可以选择在风里站稳，而不是跟着风跑。我终于明白，平静不是等来的，它不是幸运，也不是条件成熟后的附赠。它是一个你在每一个当下愿不愿意对自己说，我现在可以先不用那么急的选择。而当我开始这样活着，人生没有变得毫无波澜，
却明显变得比较不痛。我走得比较稳，睡得比较深，心也比较有空间。不是因为世界变简单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所有重量一次扛完。我终于明白，平静真的不是结果，它是一种态度，一种允许，一种在任何状态里都不离开自己的选择。而这个选择，每一次被我做出来，都在替我的人生留下一条不必那么辛苦的路。当我学会倾听自己，世界不再吵杂。这不是因为外界真的安静了，而是我终于不再把所有声音都当成必须立刻回应的讯号。以前的我很容易被世界拉走，别人的期待，社会的节奏，那些看起来很重要的标准，一个一个占据我的注意力。我总是先听外面，再来处理自己。等一下再感受，等一下再想清楚，等一下再照顾内在。可是那个等一下，常常没有真的来到。于是我活在很多声音里，要更快，要更好，要不要落后，要不要错过。那些声音没有停过。我以为那就是世界的样子，吵杂、急促，没有间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听不下去了。不是世界太吵，而是我太久没有听见自己。那一次，我没有立刻做决定，也没有急着回应任何要求。我只是停下来，问自己一句话：你现在真正的感觉是什么？那个问题一开始没有答案，因为我太久没有问过。但当我愿意等，愿意安静下来，一些很真实的感受慢慢浮现。疲惫其实早就在了，抗拒也不是突然出现，还有一种我一直忽略的渴望正在轻轻敲门。那一刻，世界没有变小，却变得比较远。不是逃离，而是退后一步。我开始学着在外界发出声音之前，先听自己。不是立刻理解，而是先允许。允许不想，允许慢，允许此刻没有答案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一件事：当我真的听见自己，很多外在的声音自然就小了。不是因为它们消失，而是因为我不再把每一个声音都放进心里。我开始分得清哪些是提醒，哪些是干扰，哪些是建议，哪些只是恐惧换了语气。我不再需要同时回应所有方向，因为我心里有了一个比较稳的位置。那个位置不是答案，而是一种连结。我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，我知道自己此刻能承受多少。当我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世界再吵也进不来那么多。我不再被每一则讯息牵动，不再被每一次比较拉走。不是因为我冷漠了，而是因为我有了选择。我选择先照顾内在的声音，我选择让感受先说完，我选择在还没对世界交代之前，先对自己诚实。那样的生活不是完全安静，却很清楚。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动，什么时候该停。我知道哪些声音值得听，哪些可以放过。世界依然忙碌，节奏依然快速，但我不再被整个卷进去，因为我已经学会把注意力带回自己身上。我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安静不是没有声音，而是你心里有一个不被干扰的中心。当你听见自己，你就不需要那么急着证明，你不需要在吵杂中找到位置，你已经站在属于自己的地方。现在的我依然会听见世界的声音，但我不再
让他们决定我的节奏。我先听自己，再走出去。而当我这样活着，世界没有变安静，却不再那么吵。因为最重要的那个声音，我终于没有再错过。我不再害怕沉默，内在开始说话。以前的我很害怕沉默，不是外在没有声音的那种，而是那种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回应，什么都暂时停下来的状态。一旦安静，我就会不安，脑袋立刻开始运转，心开始找事情抓，好像只要一停，就会被什么追上。我用忙碌填满空白，用思考填满感受，用声音掩盖内在的动静。我以为那样才是活着，直到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不是害怕沉默，我是害怕一旦安静下来，我就必须面对自己，面对那些被我推迟很久的感受，被我忽略很久的疲惫，被我压住很久的真实。沉默对我来说不是空白，而是一面镜子，而我一直不敢看，所以我让生活很吵，吵到没有时间问自己，你还好吗？吵到没有空间承认，其实你已经很累了。吵到我可以继续前进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前进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走不动了，不是世界逼我停，而是我内在再也发不出声音。那一刻我才发现，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自己。于是我第一次不是被迫，而是选择走进沉默。没有音乐，没有讯息，没有急着做什么，只有呼吸，只有身体，只有那个一开始让我很不安的安静。刚开始，沉默真的很可怕，杂念跑出来，焦虑冒上来，那些被我压下去的声音，像是突然失去控制。我很想逃，很想再回到熟悉的吵杂里，但我没有。我留在那里，不是因为我勇敢，而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一直逃避。就在那样的停留里，内在开始慢慢说话，不是用语言，而是用感觉。一种很深的疲惫先浮现，不是今天的累，而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。接着是委屈，那些我告诉自己没关系的时刻，其实一点都不没关系。还有一种我一直不敢承认的渴望，渴望慢一点，渴望被理解，渴望不用那么努力也能被留下。那些声音以前一直在，只是我用吵杂把它们盖住了。我才明白，沉默从来不是空，它只是没有被填满而已。而当我不再害怕，不再急着逃离，内在自然会找到方式让我听见。我开始发现，内在说话的时候，不是指责，不是命令，而是一种很诚实的提醒。它提醒我哪里真的不适合了，它告诉我哪些选择正在消耗我。它也轻声说，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撑。那些话，如果我一直活在吵杂里，是永远听不见的。我慢慢学会不再把沉默当成敌人，我不再急着在每一个空档塞进声音。我允许事情还没想通，话还没说出口，人生暂时没有下一步。我发现，当我这样对待沉默，它就不再压迫我，反而成为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在沉默里，我开始比较清楚，什么是我真的想要的，什么只是习惯性的追赶。我不再那么容易被外界牵动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愿意停下来，我就能回到那个听得见自己的地方。内在的声音不是吵杂的，它不会抢着发言，也不会逼你立刻行动。
它只是在你准备好听的时候慢慢出现。现在的我不再害怕沉默，我知道那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一个入口，一个让我回到自己，重新对齐，重新站稳的入口。当我愿意安静，内在就有空间说话。当我不再逃，答案就不需要追。我终于懂得，沉默不是失去方向，它只是暂时把外界的声音关小，好让我听见那个一直在等我回来的自己。我不再害怕沉默，因为我已经知道，在那里我不会消失，我只会更靠近自己。你此刻的安静正在召唤转机。这句话不是在说你什么都不做，也不是要你逃离现实，而是在提醒你，有些改变只会在安静里发生。以前的你可能很害怕安静，一旦没有动作，一旦没有回应，心里就开始不踏实。你好像被教会了，只要停下来，事情就会变糟。所以你很少真的安静，你用思考填满空档，用计划填满不确定，用行动证明自己还在努力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越努力越卡住，越想突破，越感觉事情没有出口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真的累了，不是世界逼你停，而是你内在已经没有力气再推。于是你第一次不是逃避，而是停下来。你没有立刻找答案，也没有急着翻转局势，你只是安静地待在当下。那一刻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外在没有奇迹，问题还在，未来依然模糊。但你没有再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你让呼吸回到身体，让注意力回到此刻，让那些一直被推走的感受有机会被看见。这个安静看起来什么都没做，其实正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它正在停止内耗。当你不再用焦虑追赶未来，能量就不再分散。当你不再用恐惧推动决定，内在就有空间重组。你可能没有察觉，但在你安静的时候，有些东西正在回来，直觉正在恢复，感受正在对齐，你真正想走的方向正在慢慢浮现。转机从来不是在你最用力的时候出现，它往往发生在你终于不再和自己对抗的那一刻。当你停止拉扯，事情才有机会重新排列。你现在的安静不是停滞，它是一个空间，一个让错位的东西归位，让不属于你的重量放下，让真正重要的讯号有机会被听见的空间。你不需要马上知道答案，你也不需要立刻行动，只要你没有散，转机就找得到你。因为转机需要的不是混乱，而是一个稳定的入口。而你此刻的安静正是那个入口。你开始站得住，未来才走得进来。你没有急着证明，世界反而比较愿意回应。你没有在逼迫，可能性反而开始流动。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状态的改变。当你安静，你不再发出匮乏的讯号，你不再告诉世界你很慌，你很缺，你需要立刻被拯救。你在无声地说，我在这里，我站得住。而这个讯号，世界听得懂。现在的你，也许什么都还没解决，也许转机还没有明确的形状，但请相信，它已经被召唤了。不是因为你祈求，而是因为你终于为它留出了空间。你此刻的安静不是空白，它是一个准备完成的状态，是一种在风暴前重新站稳的位置。只要你继续待在这里，不逃，不急，不自责，
转机自然会知道该往哪里出现，因为你已经在正确的地方等着它了。当我不再质疑当下，生命开始回应我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出现，而是在我最想逃离此刻的时候，慢慢被我理解。以前的我很不擅长待在当下，只要事情没有照预期发展，我就开始怀疑。怀疑是不是选错了路，怀疑是不是哪里不够努力，怀疑这个状态到底还要持续多久。我用问题包围现在。为什么是现在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还在这里？我以为那是在思考，其实那是在拒绝。拒绝承认，此刻就是我正在站的地方。我一边活着，一边否定正在发生的一切。我想快点离开，想快点变好，想快点抵达下一个状态，却没发现我正用质疑把自己和生命的节奏整个切断。那时候的我常常觉得世界没有回应，努力好像没有回报，等待好像没有意义，连好事发生都显得迟疑。我一度以为是生命对我冷淡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生命不回应，而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站在当下。我总是在否定现在，却期待未来对我温柔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我发现我一直在和当下对抗。那一次，我没有急着找答案，也没有逼自己振作，我只是做了一个很安静的选择。我停止质疑，不是因为我想通了，而是因为我愿意先承认这一刻，承认我正在这里，承认我现在的状态，承认这一切不需要立刻被修正。那个承认没有让问题消失，却让内在突然松了一下。我不再问为什么还没好，我不再追问是不是哪里做错，我只是待着。就在那样的待着里，生命开始有了反应，不是剧烈的转折，而是一种很细微的流动。事情开始慢慢动起来，不是照我预设的方式，而是照一种更适合我的节奏。我开始遇见不再逼我的人，我开始听见比较真实的感受，我开始感觉到有些原本卡住的地方正在松动。我才明白，生命不需要被审问，它需要被接住。当你一直质疑当下，生命就只能防御；而当你愿意站在此刻，不逃，不判断，不否定，生命才敢靠近你。不是因为你放弃了成长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敌对的姿态面对自己的人生。当我不再质疑当下，我开始和生命站在同一边。我不再用焦虑催促，也不再用怀疑测试。我给了现在一点信任，生命就回给我一点回应。不是立刻给答案，而是先给方向感。不是马上给结果，而是让我知道我没有走错。那种被回应的感觉很安静，却很真实。它不是掌控，而是一种配合。我站好，生命就开始动。现在的我依然会不确定，依然会想知道接下来会怎样，但我不再质疑此刻存在的意义。我知道，只要我没有否定现在，生命就不会拒绝我，因为生命一直在，只是等我愿不愿意留下来。当我不再质疑当下，我不再把自己推出局外，我站进了生命里，而生命也终于能够好好的回应我。当我与当下和解，未来不再焦躁。这句话不是在一切安定之后才成立，而是在未来依然未知，变数依然存在的时候，我才真正懂得它的意思。以前的我
很容易被未来牵着走。还没发生的事情，已经在心里演练了无数次。可能的失败，可能的错过，可能的后果，一个一个排队出现。我活在现在，却一直为未来紧张。我以为那叫准备，叫未雨绸缪，叫对人生负责。但其实，那是一种无法待在当下的焦躁。我对此刻总是不满意，不够快，不够好，不够接近理想。于是我一边走，一边否定脚下的位置。我不断告诉自己，等到下一步就好了。等事情稳定，等状态改善，等我变得更确定。可是未来一到来，我又立刻把目光丢向更远的地方。我从来没有真正停留在任何一个现在。那样的生活，未来怎么可能不焦躁？因为未来对我来说，永远是一个必须快点抵达的地方。而现在，只是被忍耐的过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累了。不是事情太难，而是我发现，我一直在和当下对抗。我不接受此刻的状态，却要求未来给我安全感。我不愿意待在现在，却希望未来对我温柔。那是一种很矛盾的姿态。我一边拒绝站在这里，一边焦急地等着下一个地方接住我。那一天，我没有立刻改变什么，我只是第一次对当下松手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停止拉扯。我对自己说，也许现在不需要那么急着变好，也许此刻不是错的。那句话没有解决任何问题，却让我心里出现了一个缝隙。在那个缝隙里，我第一次没有催促未来。我没有再质问这样到底行不行，我没有再逼自己快点离开这个状态，我只是待在这里。那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和解。和解不是喜欢，也不是满意，它只是说，我不再把当下当成敌人。就在这样的状态里，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未来开始没那么吵，不是因为答案出现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用恐惧提前召唤它。我发现，当我不再与当下对抗，未来就不需要一直敲我的门。我开始比较睡得着，不是因为想通了，而是因为心里少了一场无止境的拉锯。我开始比较不急，不是因为没目标，而是因为我知道此刻并没有站错地方。我才明白，未来的焦躁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未来太难，而是因为我们一直不肯站在现在。当你不断否定此刻，未来就只能用不安提醒你还没到。而当你愿意和当下和解，未来就不需要那么用力存在。他知道你不会逃，你没有催他，他也就不急着逼你。这不是放任，而是一种对时间的信任。我开始相信，如果我站得住现在，未来自然会走过来。不是因为我控制了节奏，而是因为我没有再破坏它。我不再把每一个不确定都当成警报，我不再把每一个空白都解读成危机。我允许事情慢慢展开，允许自己边走边知道。那样的生活，未来真的变得比较温和。它不再用焦躁催促我，而是用机会提醒我，时候到了。我开始懂得，未来其实很尊重现在。你怎么对待当下，未来就怎么对待你。你越抗拒现在，未来就越让你不安。你越愿意和解，未来就越愿意等待。现在的我依然不知道所有答案，依然有迷惘，依然会担心，但那些情绪不再占据整个内在。
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站错地方。我在现在，而现在是可以被承受的。当我与当下和解，我不再把未来当成救命绳索，我不再用未来的成功补偿现在的不安。我开始在此刻站好，而未来终于可以不用那么焦躁地追着我跑。他知道我会走过去，在准备好的时候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